在中国，有一种比买房更荒诞的现实：高校教师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贷款上班。这不是讽刺小说里的情节，而是正在全国多地真实上演的惨状。那些本该伏案写书、潜心育人的大学教师，如今却被逼着掏空存款，甚至背上银行贷款，只为完成一项本该由学校和科研体系承担的荒谬指标——横向经费到账。按理说，高校的经费来源应该来自国家和科研项目，教师要做的事情是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然而，在今天的中国高校，越来越多的教师发现自己成了学校的提款机。凤凰网的调查揭开了冰冷的真相：教师的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甚至是否能继续留任，都和横向经费到账直接挂钩。所谓横向经费，本该是企业与高校合作的科研资金。理工科或许还能通过技术服务、实验合作来拿到一点，但在文科院校几乎毫无可能。于是，高校祭出的解法就是教师自己掏钱，伪造合同，把钱打入学校账户，走一个所谓的过账流程。西安一所民办本科院校文学院院长在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让人不寒而栗：拉不来横向项目，那就自己去找公司签个假合同，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要么走账，要么走人。这是教育吗？这是赤裸裸的勒索。在这样的刚性任务下，教师们不得不自掏腰包，有人甚至卖掉房子，只为把这笔荒唐的指标补齐。有文学院的助教被摊派4.5万元任务，工资才几千块，根本不可能完成。一位文科教师为了过关，硬生生贷款8万元，1年后才还清。天津一名教师更是卖掉了住房，拿出40万元给学校充值，只为保住工作。这是怎样的讽刺？中国的教师不是因为买房买车而背上贷款，而是因为上班。在小红书上，关于横向课题的讨论一抓一大把，已经出现了专门的避坑指南。而在灰色地带，更诞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提供假合同、虚假发票、全套服务，只要你愿意花钱，就能完成学校硬性摊派的业绩。一个教育体系逼出了一个造假的产业。然而，总有人不愿意在职业履历上留下污点。西安的唐文生老师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拒绝签虚假合同，结果被学校直接解聘。和他一同拒绝配合的还有6名教师，他们也被集体扫地出门。山东的一位讲师王森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最终选择主动辞职。他说：“我当初读博士是为了学术，不是为了帮学校凑钱。”如今他彻底离开高校，转行做教育咨询。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真正有学术良知的人被淘汰，留下的却是那些愿意和虚假共舞的人。这就是所谓的逆向淘汰。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是某些学校院长的贪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国家的学位评估体系。根据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评估高校是否能授予硕士学位时，将横向经费到账列为硬指标。结果，2本院校为了保本申硕，1本院校为了冲击双一流，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压到最底层的普通教师身上。这是一个从顶层到末端的荒唐传导链。上面要数据，要政绩；学校要排名，要指标；院系要任务，要完成率。最终全都压在一个普通教师的钱包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后刘一军一语道破现在的高校考核逻辑，就是要么给我名声，要么给我金钱。传统印象里，高校教师的身份是象牙塔里的人，工作稳定，有时间搞科研，还能教书育人。但如今很多教师发现，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学问，而是数字化的监控和冰冷的指标。
课堂上有无感听课系统在监控，抬头率成了教学质量指标。课下要填写无数行政报表，每个数据都关乎绩效考核。评职称不再看科研成果本身，而是看你能拉来多少横向经费。他们的职业尊严被摧毁在一张张假合同和一个个冰冷的数据里。江苏的一位讲师时云感慨：稳定、自由，这些词早就属于过去了。现在的高校教师就是疲惫的多面人。在网络上，关于教师贷款上班的消息引发了巨大震动。有网友说，上班要贷款，这怕是比买房买车更魔幻的刚需。还有人讽刺，现在不只是学生要交保护费，连老师也要交了。更多人愤怒，教师本该被尊重，结果成了学校的提款机，这已经触碰了道德底线。一份工作不仅掏空了钱包，还掏空了信仰。这不是孤立现象。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在2017年就有4000亿元的科研经费，而到2024年，这个数字已经逼近7000亿元。但在庞大的资金池下，钱真正流向教师的极少，更多的经费用在了过账、包装和排名。与此同时，中国高校教师人数已突破200万人。如果这种荒唐的横向经费逻辑继续蔓延，将意味着数百万教师都可能被迫卷入这场荒谬的自掏腰包游戏。而最终被消耗的，不仅是教师的钱，更是整个教育的根基。教育本应是一个国家最干净、最值得尊敬的事业，可如今，在中国，教育的逻辑已经彻底被考核指标绑架。本该是讲台上的粉笔声，却变成了办公室里的转账声；本该是研究室里的学术讨论，却变成了银行里的贷款申请。教师的职业身份被异化成了学校的提款机，学术的神圣被亵渎成了造假的工具。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在世界其他国家，教师在追求知识，而在中国的高校，教师在追逐发票。如果只看数字，你会觉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在飞速发展。截至2024年，中国已经有3100多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超过4600万人，数量全球第一。高校科研经费更是突破7000亿元，在全球排名靠前。双一流大学名单一再扩容，世界一流学科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如果你走进教师的生活，你会看到冰冷的另一面。工资低。据中国高校教师薪酬调研显示，2本院校教师的月薪大多在5000至8000元，远低于一线城市的平均生活成本。负担重。教育部数据显示，教师平均每周教学时长超过16小时，但行政事务、科研任务加在一起，很多人一周工作时长逼近70小时。压力大。2023年，教育部一项心理健康调研显示，超过60%的高校教师有中度或重度焦虑症状。这是怎样的反差？宏观数据里是光鲜的数字，微观现实里是压抑的灵魂。问题的核心不仅仅是横向经费，而是背后的制度荒诞。在中国，高校早已被赋予了一种政治化的任务，要在短期内造就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要在国际排名上漂亮出镜。而这些漂亮的数字从哪来？靠科研成果，靠真正的教育质量。太慢，太虚。于是，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堆钱、堆项目、堆指标。学位授予权考核看的是横向经费到账。双一流考核看的是国际论文数量，校级排名看的是科研经费总额。在这种逻辑下，学术本身被彻底边缘化。真正的研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表上的数字够不够好看。于是，教育的灵魂被出卖，教师的尊严被践踏，学生的未来被牺牲。钱的压力固然让人窒息，但比钱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压迫。
很多教师向媒体坦言，他们每天都活在焦虑中，课讲不好会被学生投诉，绩效扣分；横向经费不达标，职称晋升无望；论文数量不够，可能连岗位都保不住。教师原本应该是社会最体面的职业之一，可如今他们被逼成了绩效机器，活在永无止境的 KPI 地狱里。教育不是信仰，而是买卖；教师不是学者，而是打工人。更可怕的是，这种畸形的教育逻辑，最终买单的是年轻一代的学生。当教师把大量时间耗在虚假的横向经费上，他们还有多少精力投入课堂？当学校为了冲指标不断压榨教师，他们还有多少热情去陪伴学生？当学术环境被造假充斥，学生还能学到多少真实的知识？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本科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1200万人，但就业率不足80%。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抱怨高校培养的人才不符合需求。为什么？因为高校教师本身就被迫在荒唐的制度下苟活，教育质量怎可能不受影响？一个被制度掏空的教师，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创造力的学生？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培养人才，更是塑造国家的未来。当教师被逼着贷款上班，当学术被造假淹没，当年轻人接受的是空洞的知识与僵硬的制度，这不仅仅是教育的危机，这是整个社会的危机。人才流失，越来越多真正有能力、有理想的教师选择离开高校。学术堕落，论文造假，课题造假，经费造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代际绝望，学生失去信任，社会对教育彻底失望。有人调侃中国的高校早已不是象牙塔，而是镀金厂；不是知识殿堂，而是数据工厂。一个国家的教育崩塌，带来的将是长达几十年的灾难性后果。教师贷款上班，这听起来荒唐至极，却正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常态。它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教育体系畸形逻辑的缩影。这一切只能用4个字形容：荒诞至极。